如果你拥有如此天赋，却沦为平庸，这不仅是你的耻辱，更是对母亲的背叛。小亚当斯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个高压锅。他的父亲是美国开国元勋老亚当斯，母亲是那个时代最聪明的女性阿比盖尔。在这对父母眼里，小亚当斯不是孩子，他是国家的财产。1778年，年仅10岁的他没有在妈妈怀里撒娇，而是被父亲扔上了横跨大西洋的帆船，在惊涛骇浪中去法国搞外交。11岁，母亲给他写信，字字诛心。如果拥有如此天赋和机遇的你，最终却沦为平庸，那不仅是你的耻辱，更是对母亲的背叛。在这种极度高压的鸡娃教育下，他确实成才了，他精通7国语言，但他失去了感知快乐的能力。成年后的亚当斯活成了一把冰刀。从1794年开始，他像个高级流浪汉，被派往荷兰、普鲁士、俄国。当同龄人在谈恋爱、喝啤酒时，他在寒冷的圣彼得堡陪着喜怒无常的沙皇散步，在战火纷飞的欧洲，目睹拿破仑的铁蹄如何踏碎旧秩序。这段经历彻底重塑了他，他看透了欧洲宫廷的尔虞我诈，看透了强权政治的血腥本质。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国家利益面前，感情是最没用的东西。但此时的他还不到发挥的时候。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814年，那时美国在与英国交战，被英国打得满地找牙，连白宫都被烧了。美国急需停战，但英国人态度强硬，想停战割地赔款。谁能去啃这块硬骨头？美国政府想到了还在欧洲流浪的小亚当斯。英国人一开口就是狮子大开口，他们提出了3条致命要求，全是割地赔款。如果签了，美国就真的只能缩在大西洋沿岸，永远别想成为大国。当时美国代表团内部其实已经快崩了，副手亨利·克莱是个爱喝酒爱赌博的西部牛仔，和小亚当斯这种早睡早起的学霸完全合不来。两人天天在住处吵架，吵到楼板都要塌了。但神奇的是，亚当斯把这种分歧变成了武器。他在英国人面前扮演理性的坏警察，让克莱扮演暴躁的疯警察。当英国人觉得亚当斯难缠时，一看旁边的克莱更是一副不谈了，直接开打的架势。英国人也头疼。此时亚当斯心里极度清楚英国人的底牌，英国人虽然强，但他们不想打了。首先是财政吃紧，英国打了20年拿破仑，国库也空了，纳税人不想再为北美这块蛮荒之地掏钱了。第二是欧洲局势，俄国和普鲁士在欧洲蠢蠢欲动，英国担心后院起火，急需结束美洲的战事，把精力调回欧洲。亚当斯就是在赌，他在赌英国人想回家的心，比美国人怕死的心更迫切。他就像一个扑克高手，手里明明只有1对2，但他摆出一副我有同花顺的死人脸。他写了几千页的文件，逐字逐句的跟英国人抠字眼，把英国谈判代表磨得没脾气，只想赶紧签完字回家过圣诞节。终于英国人熬不住了，1814年圣诞前夜，根特条约签署，条款非常简单，简单到不可思议，只有停战，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一个首都都被烧了的战败国，居然在谈判桌上守住了所有的领土，保住了向西扩张的未来，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完整。根特条约的签署让他一战封神，凭借救国之功。1817年，新任总统门罗做了一个最正确的决定，任命50岁的小亚当斯为国务卿。这是一次纯粹的实力上位，在这个位置上，他开启了长达8年的外交赢马时代。1819年，面对把持着佛罗里达的西班牙人，他一眼看穿对方外强中干，他没有动兵，而是通过奥尼斯条约，仅用500万美元，不仅拿下了佛罗里达，还硬生生把美国的国界线划到了太平洋。从此，佛罗里达州从不养闲人。1823年，著名的门罗主义出炉，英国人想拉着美国一起发声明，他敏锐地嗅出陷阱，坚持美国要单飞。他警告欧洲列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句话确立了美国未来100年的霸权基石。按理说，这样的人当总统是美国的运气，恰恰相反，这是他噩梦的开端。1824年的美国大选，他的对手是杰克逊，一个没读过书但杀人不眨眼的战争英雄。老百姓为杰克逊疯狂，因为杰克逊像他们一样热血真实。而小亚当斯在老百姓眼里，他就是个不通人情味的高级做题家，因此小亚当斯的选票远远不如杰克逊。1824年的大选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得票最多的人没当上总统。杰克逊虽然第一，但没过半数，按宪法必须由众议院在前3名里投。这时候第4名亨利·克莱虽然出局了，但他作为议长，手里的票能决定谁赢。亨利·克莱很讨厌杰克逊，他觉得杰克逊是美国的拿破仑，这种粗人掌权国家会完蛋。而他挺喜欢小亚当斯，两人都主张大政府搞基建，理念合拍。于是克莱把票倒给了亚当斯，几天后亚当斯任命克莱为国务卿。这时美国群众暴怒，好啊，你们2个权贵躲在小黑屋里，一个卖官，一个卖票，把我们几百万老百姓选出来的杰克逊给黑了。小亚当斯的总统路从第一天起地基就是烂的。1825年3月4日，小亚当斯的就职典礼，按理说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但现场的气氛诡异的像一场葬礼。他的父亲老亚当斯没有来，也许老头子已经预感到了儿子未来的悲剧。华盛顿的街头没有欢呼，只有杰克逊支持者冷冰冰的注视。小亚当斯在台上大谈自由、法律、科学，台下的人却在窃窃私语，那个骗子又在撒谎了。从这一刻起，他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派总统。小亚当斯以为选举结束了，大家该翻篇干活了，但他太天真了。对于安德鲁·杰克逊来说，选举才刚刚开始。他从1825年败选的那一刻起，就立刻宣布，我要参加1828年的竞选。
这意味着小亚当斯这4年每一天都不是在治国，而是在被竞选对手贴脸输出。亚当斯说要修路，杰克逊的人就说看他在用你们的税钱收买人心。亚当斯说要派外交官去拉美开会，国会直接卡住经费不批，你没资格代表美国。同时你每一个盟友都被针对，参议院拒绝批准亚当斯任命的许多官员，理由很简单，虽然他有能力，但他是那个窃国大盗的人。他的国务卿克莱都看不下去了，劝他，总统先生，咱们能不能用手里的官位拉拢一下那些摇摆的议员，把杰克逊的人换下来，换上咱们的人。但小亚当斯跟他老爸一样的倔，小亚当斯表示，如果不看能力只看党派，那是对国家的犯罪。他保留了前任留下的所有官员，哪怕这些人天天在办公室里骂他。他拒绝解雇那些在报纸上黑他的邮政局长。他甚至在国情咨文里说，如果你因为害怕被别人骂就放弃了对科学的探索，那是对上帝的背叛。结果就是朋友觉得他迂腐，纷纷离他而去，敌人觉得他软弱，更加肆无忌惮。他在白宫的4年孤独得像个外星人。他想建国立大学，想造天文台，被群体而攻之。为了国家的工业未来，他签了高关税法案，彻底得罪了南方，于是又变成了众矢之的。到了1828年，他的总统生涯基本到此为止。小亚当斯是个书呆子，除了看书没什么爱好，唯一的放松就是打打台球。于是他自掏腰包买了一张2手的旧台球桌，放在白宫的一个空房间里。他为了打球，还买了一套球杆和象牙球，一共花了50美元。按道理来说，一个勤勉的总统花自己的钱买了个2手的体育器材放松一下，毫无问题。但在当时就是有问题。1826年，国会要求白宫盘点资产，小亚当斯的儿子老老实实的列了一张清单。在那张清单上，为了图省事，他把台球桌、球杆、象棋子统统归类为一个词：游戏家具。杰克逊阵营的文案大师们敏锐地嗅到了血腥味，他们抓住这个词，开启了疯狂的发散思维。第一步是偷换概念，他们不告诉民众这是总统自己买的，而是说看他在用纳税人的钱买游戏家具。第二步，道德抹黑。那时候的美国清教徒氛围很重，在老百姓眼里，台球和象棋不是体育，是欧洲贵族堕落的象征，是赌博的前奏。杰克逊的报纸开始狂喷，我们的总统在白宫里设赌场，他在引诱年轻的军官堕落，白宫变成了充满罪恶的淫窝，这种打击谁顶得住？接下来最后一步，阶级对立，这是最狠的一招。当你们在田里挥汗如雨的时候，那个从小喝洋墨水的总统正拿着象牙做的球杆玩着只有国王才玩的游戏，炸了，彻底的炸了。面对这种泼脏水，小亚当斯是怎么反应的？他的反应完美诠释了什么叫高智商的白痴。如果换成现在的政客，肯定会立马开直播，拿着发票澄清这是老子自己买的。但小亚当斯没有，他的高傲害死了他。他认为这种指控太荒谬、太低级了，如果我亲自去解释，那是对总统尊严的侮辱。他拒绝回应，拒绝澄清，结果就是他不说话，老百姓就当他默认了。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谣言比真相跑得快10000倍。在偏远的西部村庄里，农民们真的相信白宫里天天都在开赌博淫乱派对。最终小亚当斯的大选失败，甚至没有等到任期完全结束，就被迫要把白宫腾出来给杰克逊。他可能这辈子都没想通，我为了这个国家把头发都熬白了，为什么他们宁愿相信一个流氓的鬼话，也不愿意看一眼我做的实事。这张台球桌是美国政治的一个分水岭，他告诉后来所有的政客一个血淋淋的道理，在选票政治里，真相不重要，情绪才重要。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它只是个悲剧。但小亚当斯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决定。竞选连任失败后，亚当斯回了一句足以载入史册的话，并没有什么法律规定前总统不能当议员，只要是为人民服务，连街道清洁工都是高尚的，更何况是人民代表。这不仅仅是谦虚，这是一种解脱。在白宫，他必须做全美国人的总统，必须向南方妥协，必须在政治泥潭里打滚。但在国会，他只需要代表他自己的良心。当时的美国国会被南方奴隶主把持，为了不让废奴的声音出现，他们通过了臭名昭著的禁言规则，凡是涉及废除奴隶制的请愿书，国会一律不接收、不讨论，直接搁置。这是对宪法第1修正案的公然抹杀，几百个议员没人敢说话，只有亚当斯站了起来。接下来的8年是国会历史上最壮观也最滑稽的独角戏。每次开会，他都要大喊：“议长先生，我有一份请愿书。”南方议员吼他：“闭嘴，坐下。”他假装听不见，继续念，反反复复。虽然知道没用，但我就念。甚至有人寄给他子弹和绞索，威胁要杀了他，我还是要念。南方议员气得要弹劾他，骂他是马萨诸塞州的疯子。他冷冷地回应：“如果大多数人都疯了，那么清醒的那个人看起来自然就像个疯子。”终于，在1844年，被他折磨了8年的国会崩溃了，废除了禁言规则。他凭一己之力撬开了美国言论自由的封印。而在1841年的阿米斯塔斯案，这不只是一场官司，这是一场74岁的老人独自单挑整个美利坚合众国体制的自杀式冲锋。74岁，眼瞎手抖，被视为政治僵尸的他，用8个小时羞辱了整个美国最高法院。1841年，一艘西班牙奴隶船上发生叛乱，非洲奴隶控制了船只，并将其驶向美国。西班牙和美国南方奴隶主要求将这些黑人归还并作为奴隶。已是70多岁高龄的亚当斯自愿担任这些非洲人的辩护律师，前往最高法院。
这是一场根本不可能赢的官司。先看看他的对手，首先是当时的美国总统范布伦，为了讨好南方的奴隶主选票，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甚至偷偷派了一艘军舰停在港口，准备法院一判输，不管3721，直接把黑人运回古巴处死。然后是最高法院，当时的9位大法官里有5位是来自南方的奴隶主，在奴隶主的法庭上跟奴隶主讲奴隶应该获得自由，这不是开玩笑吗？此时的他已经74岁了，他老态龙钟，刚摔了一跤，导致肩膀脱臼，眼睛因为白内障几乎看不清东西。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恐惧：我浑身发抖，我的这双手已经拿不住剑了，我怕我不仅救不了他们，反而会因为我的无能，亲手把他们送上绞刑架。1841年2月24日，在最高法院上，亚当斯站了起来。他没有拿法律文书，他指了指墙上挂着的独立宣言，开启了长达8个小时的辩护。首先是第一招，把祖宗之法搬出来，其他的律师都在纠结海事法、财产法，亚当斯直接掀了桌子，你们在讨论货物归属权，睁开眼看看墙上写着什么，人人生而平等。写下这句话的杰斐逊我认识，签署这句话的老亚当斯是我爸，我是看着这个国家建立起来的，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清楚美国的立国之本是什么。接下来第二招，灵魂拷问，他盯着那5个奴隶主法官，声音沙哑却如雷贯耳。如果你们今天为了讨好西班牙女王，为了讨好总统，就承认这些人是货物，再过30年我们都会变成尘土，当我们去见上帝的时候，你们该怎么解释今天投下的这一票？整整8个小时，在这个原本沉闷、充满利益算计的法庭上，亚当斯像一头愤怒的老狮子，撕开了美国虚伪的面具。当他讲完最后一句时，全场死寂。最终判决结果7-1，阿米斯塔斯号上的黑人不是奴隶，他们是被非法绑架的自由人，当庭释放。前60年，他是别人家的孩子，活在父亲的鞭策里，活在国家的算计里。后18年，他是自己的英雄，在那个众人都装睡的时代，他举起火把，让他们看清现实。1848年2月23日傍晚，留下了最后的遗言：这是世间的终结，我已心满意足。这一辈子，他怼天怼地，就差点怼上帝。他觉得美国太虚伪，说到却做不到。他骂杰斐逊是一个道德败坏、学识肤浅的人，骂本杰明·富兰克林是老流氓，骂托马斯·潘恩是肮脏的酒鬼，甚至连华盛顿他都要怼一怼。他特别痛恨人们把美国革命神圣化，他表示我们不应该盲目崇拜过去的人，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错误。如果我们把他们当成神，我们就失去了批判和进步的能力。他表示，你们说宪法是神圣的契约，如果这个契约是建立在牺牲数百万人的自由之上的，那它就是与死亡的契约，与地狱的盟约。亚当斯向美国人展示了爱国分2种，一种是啦啦队模式，一种是医生模式。他曾写过一句极其振聋发聩的话：我会捍卫宪法不受攻击，但我绝不会为了他而撒谎。他不想让美国变成一个伪君子国家，